弟兄姊妹平安。这几天发生了非常多的大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关税大战，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百年不遇的这个奇观。然后呢，在这个乱局当中，很多的人、很多的不同的观点在网上，然后美国呢也是非常的动荡，也看到了美国居然也有这个游行啊、示威啊这种上万人的这种集会，反对川普，反对这个关税政策。因为这个确实是非常大的事情，关乎到很多的国家、很多的个人百姓的生活。所以说呢，这个关税的大战牵动了可以说全球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通过这些世界的这种变幻、这种末世的景象、这种乱局，我们怎样的来看待？我们如何从神的眼光来看待？包括美国的股市，世界各地的股市都在震荡，这个惊涛骇浪一样的牵动着每一个股民的心。有的人呢，生活在惶恐当中，面临着失业；有的人的企业面临着倒闭，确实是一场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或者说是一个考验。那我一直在观察，我没有轻率的来说话，因为想看一看这个结果，看一看到底最终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那今天呢，几乎就可以说看到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结果呢，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人非常形象地描述这件事情，就是美国和中国在这场关税大战当中，就说就像东北两个人，有一个呢就说瞅啥呀，另外一个就站出来说我瞅你了咋的呀，就是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最终呢反正有一个被打趴下了。那现在呢我不用讲，大家也知道谁是被打趴下的。前几天川普对世界上可以说所有的国家发动了这个关税大战，那也有很多国家呢就害怕，有的呢赶紧就投降了，就认输了。当中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利害国，就是说我们奉陪到底，这是我们利害国经常讲的一句话，我们不惹事，我们也不怕事，这是非常有豪气的一种这个宣告，确实是很提气。但是说话是一方面，那结果呢就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想象的所期待的那样了。话可以说得很大很满，但是呢这个结果还是要承担的。在这一场大国的博弈当中，我们看今天的结果，就是世界上70多个国家都在和川普来求和。那川普呢做出决定，给所有的国家都宽限90天，3个月的时间，给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美国来洽谈。其实呢就是放过他们一马，让他们有机会跟美国来谈一个新的一个条件。我相信美国在这场大战当中当然是赢家，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利害国，川普没有给他任何的喘息，就是马上就实行增加到125%的关税。这样的高的关税可以说对一个国家的出口产业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真是按照这个关税执行下去，可能用不了10年，中国制造这种辉煌一去不复返，很可能打回到几十年前。我们这些中年人，我们对我们小的时候都应该是记忆犹新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没有玩具玩的，都是自己动手去做一些玩具。那时候的中国的制造可以说是非常的简陋的，没有什么工业。在短短的30-40年，中国的制造业崛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几天关税的大战的一个起头呢，就是川普提出来一个所谓的对等关税的一个概念 reciprocal tariffs。 这个意思就是说两国之间的关税是一个平衡的，是一致的，就是你对我收什么关税，我就按照同等的这个税率来征收你的关税。其实呢这种对等关税
从我们常人的理解来说呢，应该是一个公平合理的，是吧？互不亏欠，你收我多少我就收你多少，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达成过。如果是一直是对等关税，川普他就不需要来提出这个问题了。那川普之所以要提出对等关税，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长期处于贸易不公正的、不平等的地位，就是尤其是中国、欧盟等国，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关税是不平等的，是一种关税壁垒的状态。也就是说，美国开放市场，让他们的商品进来，收的非常低的关税，但是这些国家呢，对美国征收呢是非常高的，可能要差10倍以上的这种不平衡的这种关税。那长期以来呢，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伤害。美国认为他们一直在被不公正的对待，现在所以川普他就要终止这种不平等。那么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这是合理的，对吧？我们常人以为的合理，其实呢却是在 WTO 这里边所规定的所谓的这些的贸易协定、贸易规范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川普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已经是违反了 WTO 的一些的规定。那世界贸易组织 WTO 推行的是最惠国待遇原则，也就是说，你不能对某国的征收特别高的关税，除非是特别特殊的理由，或者双边议定的、商定好的。所以很多国家呢就指责川普，它是一种单边报复性的这种手段。如果从 WTO 的这种里边的这种政策来说呢，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川普这种做法呢，会引发贸易战、关税战，这个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川普为什么还要冒着这样的风险还要去做呢？因为川普他们已经意识到，美国已经没有退路。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美国可能面临的就是破产，国家破产。我们看到川普在网上，在这个电视上做的这些的讲话，就是美国现在它的这个外债已经达到了36兆，也就是36万亿这样大的规模。整个美国它的 GDP 一年的这个产值也就是30多亿，等于说他们一年白干。那这样的规模的外债的结果，如果继续上升的下去，那他们的经济结构是非常危险。那同时呢，美国的这种企业结构也是严重依赖外国，尤其是中国的供应，这样呢就变成他们非常的被动。那可能我们会想，那川普这样做是违反了 WTO 的规则，会不会受到 WTO 的惩罚呢？川普他既然敢，那他就不怕。正如我们看见的，川普他其实已经退出了很多的国际组织，这个 WTO 也是一个国际组织，川普他根本就不在乎，甚至你不制裁我，我还想退出呢。因为就是 WTO 这些年让美国遭受这样大的损失。那我们反过来，我们再看中国，中国就是因为加入了 WTO， 才使中国的经济腾飞。那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的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在当时接纳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其实在美国呢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是当时克林顿做总统，他们就坚定的接纳了中国加入 WTO。当然，这个 WTO 的准入是有很多的条件的，中国呢当时都满口答应，一定要遵行 WTO 的这些的规定。也就是说，这个规则呢是互相保护的。当时呢，中国是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身份进入了 WTO， 所以说享受了是非常多的优厚的待遇。它可以保留对其他国家的高关税，并且放慢它的市场的开放。也就是说，长期以来，中国可以把它的商品、把它的服务就卖给其他的国家，但是呢，其他国家不可以进入中国的市场，包括中国的这种金融市场，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开放。那中国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已经现在过去了20-30年，大家都知道看见的中国的发展这些年的腾飞，其实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了。但实际呢，中国现在仍然保留着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优惠的政策，所以现在美国它有理由抱怨。
我遵守 WTO 的规则，开放市场，但是别人没有遵守，那我就严重的吃亏，而且呢是长期的吃亏。那最后等于是美国自己老老实实的遵守 WTO 的规则，那反过来呢，有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它不按照 WTO 的规则，它只要好处，没有尽义务。那当初中国所做出的那些承诺，它几乎没有兑现。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在关税上制裁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呢，我们看 WTO 一个国际的一个组织，似乎给我们的感觉应该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实际上现在看呢， WTO 它其实很难执行它的这些的规则，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一种社会模式，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它是毫无办法的。那中国就长期的利用这种 WTO 的这种漏洞，用自己的这些政策，可以说在经济上是对美国的是一种剥夺。那中国他们做的是，比如说鼓励出口，用各样的办法骗取外国的投资、外国的技术，然后呢，用低价的竞争，让自己的企业呢快速的崛起，打压外国同行，然后呢，在知识产权上是一种偷窃、侵权的方式，自己竖起贸易壁垒，不让别的国家进来。其实这些呢，都是严重违反了自由贸易精神的。但是呢 ，WTO 对这些的行为呢，完全没有办法来惩治，或者是想惩治，但是呢，没有有效的措施，经常是嘴上说一说，然后呢，就听之任之了。而且对一个中国这样一个强权的政治，它是毫无能力的，这样就助长了中国这样长期的耍赖，占别人便宜。当美国不想让他占便宜的时候，就像一个无赖一样的撒泼打滚，文攻武吓一起上。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现在川普他的态度就是，与其我相信你 WTO 的这种制度，还不如我自己来呢，因为靠不上。所以甚至川普曾经提出来退出 WTO，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薅羊毛，明显的美国是被中国、被欧洲很多的国家在薅羊毛，而且是呢长期的大量的在薅，最终结果呢就是把美国给差不多薅的快盯不住了，快倒闭了。本来 WTO 这个机构呢是要让全球在一个平等、公正、自由的贸易环境当中，大家呢共赢的。没想到这个结果呢，是让某些国家长期的占别人的便宜，这是一个非常不公不义的事情。那现在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反弹呢？就是人们已经接纳了，已经认可了，我薅你羊毛就是应该的，你现在不让我薅，反而变成了你不对。我们可以看一些数字，在2001年，在中国加入 WTO 的那个时候，美国的 GDP 呢就已经是10.6兆了，那时候中国呢只有1.3兆。那到了2023年，这个时候呢，美国涨到了27.9兆，也就是说翻了2倍多一点。这时候中国是17.9兆，所以说中国翻了12.3倍，美国才翻了2倍多，这个差距多大？那这个外债我们看2001年那时候，这个美国的外债呢是5.7兆，那现在呢已经变成了36兆了，增加了6-7倍。这个美国的外债已经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个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它的外债必须是自己去解决的，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隐患。如果继续持续增长下去的话，将来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透过表面看到本质。川普今年发动的这个关税大战，最终的结果还没有看到，但是已经看到一些的端倪。我非常佩服川普他这种胆略，在这种很多的人反对、抗议、游行的压力之下，还能够这样的坚定的执行自己的这种政策。我相信最终结果一定是美国复兴，就像他们的口号 MAGA，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MAGA 有什么错呢？有人在质疑川普这个口号，
好像川普很自私，没有一个国际的眼光，没有度量，就是盯着自己的国家，要自己的国家复兴强大。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元首，如果是不为自己的国家着想，那一定是有问题的。首先我自己国家强大了，我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主持正义。就像我们在飞机上，当飞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自己先吸上氧，只有我在活着的情况下，我才能帮助别人。那假如我已经死了，我还能帮别人帮什么呢？所以美国首先强大是必须的，然后他才有可能有能力来帮助别人。